你因为智齿疼得睡不着，来医院才发现这颗智齿竟然是横着长的，并且完全埋在了牙龈里，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来。直到切开牙龈，才知道这颗智齿有多可怕。不过不用担心，现在就给你拔掉。医生在你脸上蒙上块布，只露出嘴巴，接着在智齿周围不同部位打3次麻药，稍微会有点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没有任何感觉了。接着给周围消消毒。根据智齿生长角度切开牙龈，因为麻药已经生效，基本不会感到痛。如果这时你感觉疼痛难忍，一定要举手示意。医生用镊子掀开牙龈，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齿，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智齿大部分还镶嵌在牙槽骨中。这时要用球钻削一点牙槽骨，通俗点讲，就是用电钻钻你的骨头。这时你感觉不到疼痛，但能听到电钻声，还能感受到电钻的震动，整个头都嗡嗡的。即使这样，也不能直接把智齿拔出，医生还要切开牙冠和牙根，把智齿一分为2，所以又需要用到钻头。现在看来，切开的牙冠部分还是无法直接取出，还得竖着再切一次。这样就很轻松地把牙冠部分取出来了。现在只剩下牙根了，由于埋得太深，还要再削一点牙槽骨。现在用杠杆原理，一点点往外撬，很快牙根就被撬了出来。现在你的下巴可能很酸，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快结束了。由于创口比较大，最后需要给你缝合牙龈。就这样打个漂亮的结，剪掉多余线头，就结束了战斗。为了让牙龈尽快愈合，你需要咬住一块纱布，保持2个小时，1周之后来拆线。期间不可以喝酒抽烟，避免激烈运动。拔掉智齿，你有没有觉得轻松了很多？你因为不好好刷牙，年纪轻轻就坏掉一颗，为了能啃骨头，即将要花2万块钱在嘴里种一颗。整个种牙过程需要持续半年左右。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的种牙血泪史。这个就是你的牙槽骨，这些大大小小的钻头都是用来在牙槽骨打孔的。刚开始钻孔要选择8毫米的小钻头，为了穿透坚硬的牙槽骨，医生调高了钻头速度。一切准备就绪，钻孔就开始了。现在要逐渐换成更粗的钻头，扩大孔洞。用粗钻头转速一定要慢，否则会导致摩擦生热，烧毁骨细胞。过程中钻头还会一直喷出生理盐水，就是为了降温。现在使用螺丝纹钻头，将孔的上端继续拓宽，这是为了让孔洞和种植体完美契合。随后，医生取来像螺丝一样的种植体，开始种植的时候要尽量调低转速，慢慢推进去，才不会使接触面骨细胞损坏。接着还需要使用扭力扳手把种植体拧紧。现在要将愈合基台连接到种植体上。等缝合好牙龈，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时牙槽骨中的种植体会和周围的骨细胞慢慢融合，这个过程叫做骨结合，最短需要2到3个月，最长6个月左右。经过了几个月，牙槽骨和种植体已经充分结合，就可以把临时愈合基台取下，然后安装上永久愈合基台。现在需要安装人工牙冠，人工牙冠中间的洞是为了以后修理种植牙的时候方便拧开里面的螺丝，但现在要先用树枝填充，接着用灯照射固化。到这里你的牙就种好了，看起来和真牙一模一样。现在就可以去啃骨头了，一定要记得好好刷牙。用黄金来补牙是种怎样的体验？看到最后，我承认我羡慕了。等你躺平后，医生先用金刚石钻头去除腐质，腐质也就是蛀牙上的黑色物质。为了将腐质去除干净，需要在几处做好标记，沿着标记保持垂直，一点点去除。过程中可能会有一点酸胀感，不过是可以忍受的。去除蛀牙的洞称为窝洞，现在要把窝洞内部打磨圆滑，方便后续安装填充材料。接着吹干窝洞内的水分，你这颗牙坏得很深，内部还有残留的腐质。医生换上小钻头继续去除，腐质已经靠近了牙神经，过程中要尽量小心。
再次吹干牙齿内部。现在辅质已经清理完毕，接着就进入了修复环节，先涂抹上一层粘合剂。然后用灯持续照射，让胶水迅速固化，随后塞入树脂材料，再次用紫外线灯照射。等树脂固化后，还要用钻头轻轻打磨窝洞的边缘部分，使其变得光滑，这样才能使马上要安装的嵌体紧密贴合，不易脱落。接下来就要印模了，为牙齿量身定做黄金嵌体。先在窝洞里填充印模材料，对材料吹气，以便填充均匀。用力按压后，等印模材料变硬，就可以根据印模制作黄金嵌体。等嵌体制作完成后，医生会再次涂上粘合剂，接着给你安装金灿灿的黄金嵌体。把多余的粘合剂擦干净，等它固化后，黄金嵌体就牢牢粘在了你的牙齿上，这样你又可以啃骨头了。好了，做完了，醒醒吧！你不小心磕掉了半颗门牙，说话一直漏风，天天被人嘲笑。你决定去做个修复，医生也没有让你失望，最后的修复效果足以让他们闭上臭嘴。不幸中的万幸，磕掉的部位并没有伤到牙根，如果非常严重的话，那就需要先做根管治疗。但像你这种情况，直接进行光固化树脂补牙即可。先在表面涂一层酸蚀剂，让表面变得更加粗糙一些，冲洗吹干后，涂上粘合剂，进行光照固化。接着医生取来石膏模型，制作诊断蜡型，然后系统的补牙操作就开始了。大家记住，如果牙齿不小心磕断了，第一时间保存好磕断的部分，赶快去找牙医进行修补，效果会更好。补完之后呢，医生会用车针进行表面的打磨处理，最后再对牙齿进行抛光，牙齿表面就会变得更加光滑，看上去形态也比较美观。最后取出排龈线，就大功告成了。不过以后不能啃太硬的东西，稍有不注意就有可能导致脱落。他考试交白卷，反而得到了校长的表扬，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给他戴了朵大红花，原因是他成了学校唯一一个看出老师出错题目的学生。台上的阿芳一脸懵，交白卷其实是自己看不懂而已，谁都想不到他开挂的人生从此开始了。课上不小心打翻了墨水，他赶紧用衣服擦，却意外擦出了一幅意境深远的山水画，得到了绘画大赛的第1名，顺便还收获了一群小迷妹，时刻被幸运女神眷顾着，让他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本以为长大后运气就会改变，谁知好运反而变本加厉，随手买张彩票都能中大奖，吃个饭就成了店里第9999名顾客，莫名其妙得到了全年免费卡。阿芳不想就这样安逸的过一辈子，跑去做了房产销售。可第一天上班，找他买房的人排队都排到了公司大门口，下班随便伸手，立马就来了几辆出租车，都抢着要拉他。他彻底受够了这种开挂般的生活，感觉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指着老天一顿臭骂。突然间电闪雷鸣，一个雷针就劈了下来，雷结果劈死了正在逃跑的小偷，他含泪获得了良好市民奖。阿芳非常想体验失败的快感，可天不遂人愿，生无可恋的阿芳决定出家。就在剃发前，方丈出现了，只见方丈大手一挥，他便灵魂出窍，意识开始模糊。等阿芳清醒过来，发现一切都变了。打斗地主从来就没赢过，无论跟谁打牌都被对方吊打，就连一旁的小学生都嘲笑他是个弱鸡，他却兴奋得不得了，终于体验到了失败的快感。这个大爷30年吃了40万颗糖，这绝对是你见过最爱吃糖的大爷。只见他夹起一片泡菜，两面都蘸上白糖，接着塞进了嘴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一勺白糖，就连吃炸酱面他都要加入1包白糖，搅拌搅拌就开始享用美食了。这种神仙吃法震撼周围的人一整年。他见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这是他认为最热情的方式。他嘴里随时随地都含着糖果，一天就要吃60颗糖，口袋里也装满了糖，除了睡觉基本上都在吃糖。又到饭点了，大爷打开糖罐子，把满满1勺白糖加在米饭里，
里做了个白糖拌饭，这个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吃米饭的。然而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奇葩了，他夹起一片泡菜，蘸上一点白糖，接着就送进了嘴里。这还没完，荷包蛋上也要来上满满一勺白糖，这个我就接受不了了。饭后大爷还得来一杯糖水消消食，然后1勺、2勺、8勺，他一共加了9勺白糖，倒上一点点水，搅拌一下，一饮而尽。就这种喝法，他每天都要喝5杯，算下来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还有400块糖果，这属实已经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外了。这样吃糖牙齿能受得了吗？大爷轻蔑一笑，说开什么玩笑，我没有牙，我10年前就用上假牙了，反正不是自己的牙，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嘿嘿。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糖的？原来30年前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不得不戒掉了烟酒，于是找到了糖果作为替代品。好消息是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坏消息是他得了不吃糖就难受的病。说起来也是搞笑，大爷虽然吃了大量的糖，但得糖尿病的却是他从不吃糖的妻子。大爷每天都会锻炼1小时，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但是他真的健康吗？节目组带他来到医院，一番检查过后，医生说虽然你暂时没有糖尿病，但是你有高血压，还是建议赶快戒掉糖，这样才能保持健康。最后大爷表示，为了健康自己会尽量少吃糖的。老爷子这种情况算比较好的了，下面这个男人就比较严重了。这个男人从出生就喝可乐，33年滴水未进。只见他打开一瓶1.5升的汽水，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吃饭的时候，他先倒上了3碗不同颜色的汽水，这几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那一点点米饭只是他的配菜而已。吃一口米饭就要喝1碗汽水，他一天要喝3瓶1.5升的汽水，已经连续喝了33年，瓶子连起来都可以绕操场30多圈。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不仅如此，他的牙齿也被汽水腐蚀坏了，还得了关节炎。为此他不得不每天吃药，一把药物塞进嘴里。接着就奇葩了，他竟然用汽水送服。他为什么不喝水呢？他却说听到这种回答，节目组觉得很搞笑，怎么可能呢？每个人都可以喝水啊。为了解答疑惑，他决定现场演示，一口矿泉水下肚，紧接着而且他头上也渗出了汗珠，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他说只要喝水肚子就会痛，真是奇了怪了。原来他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做完手术后，母亲给他准备了很多食物，但他自己什么都吃不下，只能喝一点汽水。从那以后就开始喝汽水了。母亲起初对儿子很心疼，于是放任他不停地喝汽水，没想到最后却沉迷于汽水，无法自拔了。接下来按照惯例，他被带到医院做检查。首先确定的是他的牙齿都成了蛀牙，需要尽快治疗。在经过各项检查后，医生说他现在的骨骼年龄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而且他的关节问题更严重，有些关节已经粘在了一起。医生建议他必须停止喝汽水。至于他为什么喝水就会肚子疼，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小时候的手术或者当时服用的药物引起了一些副作用，但更多的还是心理作用。几天后，节目组做了个回访，发现他家里已经看不到汽水的踪迹了。他说自己已经把汽水都扔掉了，现在每天都吃蔬菜，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希望可以赶快恢复健康。仔细看，他家卧室的墙上居然会不停地出血，即使擦干后还是会有红色液体不停地渗出来，而且只有靠着床的这面墙会出现这种现象。把渗出部位打开后，可以看到红色液体是从墙体内部渗出来的，内部还填充了保温材料。主人说这种情况是2周前开始出现的，那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墙壁出现一个硬币大小的红色斑点，他怀疑是身上的伤口印上去的，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受伤，这就很奇怪了。他也没太在意，继续上班。下班后，他发现红色斑点越来越多，用刀子把墙纸割开后，里面就开始渗出红色液体，这多少有点恐怖了，该不会里面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随后节目组在渗漏处贴上纸巾，用摄像机全程记录，没一会儿干净的纸巾上就出现了红色液体，会不会有猫咪之类的卡在了里面？但主人说应该不会，墙里边没有任何空间，墙体厚度也就10多公分。为了保暖，他们还填充了保温泡沫。更蹊跷的是，随着红色液体的出现，他父亲的身体变得很差，自己也发生了一些怪事。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节目组找到了专业的装修师傅，师傅也觉得很奇怪，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于是他决定上门一探究竟。一番检查下来，师傅决定揭开墙纸，瞬间一大片红色印记出现，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师傅看着红色液体陷入沉思，经过漫长的等待后，他终于讲话了。 벽에 코팅을 해주는 본드제 역할을 해주는 습이 차거나 시간이 오래될수록 색깔이 더 빨개져요. 至于墙壁里为什么会出现水分，是因为3个月前外墙被拆除了一层，无法阻挡冷空气，导致墙壁凝结了很多水珠。至此真相大白，一切都是虚惊一场。好的。同样遭遇灵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位大叔，他每次开车来到这个路口，后备箱就会不受控制的自动打开，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上车一样。这不，大哥拉着节目组刚来到这里，后面突然就传来声音，后备箱又自动打开了。
了，即便手动关闭，它还是会当着大家的面自动打开，完全不给面子。但是除了这个路口以外，车子都是正常的，后备箱也不会自动打开，而且其他经过这个路口的车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只有大哥的车会这样。即使在白天，只要经过这里，后备箱就会无缘无故的打开。大哥怀疑这个路口之前出过事故，有一些脏东西看上了自己的车。大哥越说越害怕，于是和节目组约定白天再研究。第二天，工作人员直接钻进了后备箱，拿着摄像机想要记录一下后备箱是如何自动打开的。一切准备就位，大哥开着车就来到这个路口，录像显示后备箱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又自动打开了，摄像小哥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那现在只能使用排除法了。开车来到路边的汽修店，师傅仔细检查了后备箱的机械锁，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那会不会是这个车型的设计缺陷呢？节目组又找来了同款车型，开车来到这个路口，一切正常，后备箱没有任何反应。没办法，最后节目组找到了 4S 店，师傅对车辆检查后发现，车辆之前安装了后备箱遥控锁，问题可能就出在遥控锁上。师傅说，如果路口附近的设备频率和你遥控钥匙频率一样的话，等你开车经过，就会出现后备箱被打开的情况。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附近具有相同频率的设备，随后发现相同频率的信号就是从路口的商店传出来的，而这个设备正是商店的感应门铃。节目组拿着设备想要测试一下，结果却并不能打开后备箱。原来只有相同的频率也不行，还需要频率的密码和车辆遥控器密码一样才可以。也就是说，这个路口肯定存在一个频率和密码都和车辆遥控器一样的设备，所以每次经过这里，后备箱就会自动被打开。至此真相大白，大哥决定更换遥控器密码，以后就可以安心的经过路口了。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他拿着一片白菜叶，对着洗洁精连按了3次，然后把挤出来的洗洁精小心翼翼地包在白菜叶里，直接塞进了嘴里。节目组的人都看呆了，但这只是他的开胃菜而已。随后他又挤出来1勺洗洁精，他又要干什么？只见他把1勺洗洁精都加入鱼汤里，搅拌搅拌，那小味滋一下就上来了，直接开灶。这个吃完真的能吐泡泡啊！节目组想尝试一下，然后就一杯可儿打进杯，拉满丝。所以他为什么要吃洗洁精？奶奶说他不能吃肉之类的高脂肪食物，如果要吃的话，就必须先吃洗洁精，清洁一下油脂。我是服了，这都是什么脑血栓想法啊！不过话说回来，吃洗洁精对他的身体真的没伤害吗？洗洁精厂家表示，如果误食洗洁精的话，轻则住院，重则开席，连肖恩都救不了你。这时，奶奶缓缓说出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奶奶年轻的时候工作繁忙，得了胃病，根本没时间去医院。偶然间，她不小心吃下了洗洁精，没想到啊，竟然缓解了胃部疼痛，于是就开始一直吃洗洁精了。接下来正常流程，她被节目组带到医院做检查。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医生表情凝重，由于长期吃洗洁精，她的肠胃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损伤，医生建议必须停止吃洗洁精。奶奶听后表情也凝重起来，那我以后还怎么吃肉啊？医生说可以通过药物来缓解症状。随后奶奶从药店买了药，信誓旦旦的保证说以后不会再吃洗洁精了。2周后，节目组去奶奶家做回访，想看看她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万万没想到，奶奶真的恢复了吃洗洁精。没办法，节目组又给奶奶进行了一番科普，让她用药代替洗洁精。1个月后，节目组再次回访，这次奶奶露出了笑容，说她现在已经习惯吃药了，不再吃洗洁精了。为了庆祝奶奶戒掉洗洁精，节目组准备了一份炸鸡，现在她可以放心的吃肉了。话说这位奶奶年龄小，不懂事，乱吃也就算了，但是下面这位81岁的奶奶就过分了。81岁的奶奶把眼药膏挤在勺子上，先喝口温水，然后就把眼药膏送进了嘴里，随后又取出假牙，牙槽里也要挤上满满一条，完事再戴起来。奶奶说这种感觉非常 gay 哦，她是不是对眼药膏有什么误解啊？看了这种奇葩操作后，节目组好奇的问她，你拿眼药膏还会做什么？奶奶说，眼药膏嘛，除了不用在眼睛上，哪里都能用啊，比如脖子酸痛了就可以抹上一点，活血化瘀，疏通经脉，而且脚上也可以用，治脚气一绝，今天涂明天好。不仅如此，眼药膏在手，奶奶都不需要唇膏和护手霜，实在是居家旅行必备良药。她这样使用眼药膏已经10年了。节目组问她吃眼药膏是种什么体验，她说入口绵柔，回味甘甜，总结来说就是不好吃。又到饭点了，奶奶把眼药膏挤在假牙上，她说这样的话就可以啃得动骨头，不然连米饭都咬不动。奶奶吃着吃着又开始吃眼药膏了，她孙子的表情可以说明一切。她说眼药膏可以帮助她消化，原来她一直都有肠胃消化方面的问题，也吃过一些健胃消食片，但是有严重的副作用。有一天她突发奇想尝了一下眼药膏，结果感觉非常 gay， 于是就这样一直吃了起来。家人都很担心奶奶的身体健康，都劝她不要再吃眼药膏了，否则只能等吃席了。奶奶却说，你们试试嘛，真的管用。
最后没办法，奶奶被家人带到医院做检查。一番检查下来，医生明确说道，眼药膏不是万能的，不仅不能帮助她，我们还发现眼药膏引发了食道炎，所以必须停止吃眼药膏。听到这些后，老太太终于决定不会再吃眼药膏了。要说吃眼药膏比较奇葩的话，下面这个奶奶表示不服。70岁的奶奶打开一罐可乐，一口气全部喝掉，然后满意的打个嗝，这是她最享受的时刻。她说可乐是她的灵丹妙药，生病的时候喝可乐，织毛衣的时候腰酸背痛喝可乐，唱歌唱累了也会喝可乐。采访人员说，最近一直熬夜剪片子，感觉很累。奶奶却说，那赶紧整一瓶可乐呀，困了累了喝可乐嘛。她家里到处都塞满了可乐，像这样的罐装可乐，她每天都要喝10罐。40年里，她喝了15罐可乐，这相当于一个游泳池的量。她太爱喝可乐了，即使不吃饭也要喝可乐，喝完可乐横扫饥饿，然后满意的打上一个嗝。但是他也是有原则的，那就是只喝常温可乐。他在被子里摸索了一下，就掏出了一罐可乐，说自己喜欢打嗝，只有常温可乐可以使自己打嗝，所以他的可乐从来不放冰箱里。节目组想测试一下，是不是冰可乐真的不会打嗝。奶奶也很配合，一口气干了冰可乐。喝完后，奶奶连连摇头，说这感觉不对。然后奶奶又喝了一罐常温可乐，然后那么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可乐的？原来40年前，丈夫和2个孩子意外去世，这对她打击很大。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是可乐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安慰。喝了40年的可乐，那么她身体状况还好吗？她被节目组带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医生发现她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很多溃疡面都是反复发作。听到诊断结果后，奶奶不禁担忧起来。医生说不用过分担心，只要积极接受治疗，戒掉可乐就会慢慢康复的。最后，她和节目组拉钩保证，以后会慢慢戒掉可乐的。那就祝她早日康复吧。好了，我是岳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他家天花板上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洞，洞口会流出黄色液体，还经常传来奇怪的声音，洞的数量不断增加，第二天就多出来好几个，有大有小，形状各异。用内窥镜往洞里一看，却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刚开始呢，他还以为是蟑螂，丈夫拿着杀虫剂一阵猛喷，再仔细一看，才发现是个洞。天花板上怎么会有洞呢？吓得他赶紧去找物业。物业说，30年来从未听说过这种事情，也没有别的住户反映过。物业表示他们管不了，主人现在很害怕，找来节目组。节目组猜测呢，可能是孩子拿玩具捅破的，但孩子说不是自己。现在谁还玩玩具啊？都是看手机。想想也是，就算用筷子也不能戳破天花板。随后拿内窥镜伸到里面一看，竟然发现了一坨毛发，还有很多墙纸碎片。主人还说，天花板经常传来奇怪的声音，有时咯吱咯吱的，有时呢又像玻璃球掉在了地上。难道天花板有什么生物？主人听到这里，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因为天花板没有出口啊，所以这东西应该还在天花板上。节目组把摄像机对准天花板，准备等它再次打洞的时候抓现行，但一直过了3天都没再出现新洞口，也没再听到奇怪的声音。没办法了，必须要请专家了。专家在壁橱里也发现了一团毛发，很明显不是人的头发，还发现了一坨便便。专家仔细观察后说，这东西啊应该就是老鼠，但他们住在7楼，天花板怎么可能会有老鼠呢？专家说一定是通过一些缝隙钻进去的，进去之后呢就被困住了，不知道怎么出来，所以才会打洞。至于最近呢都没有什么动静，专家认为老鼠已经逃走了。那它到底是怎么钻进天花板的？专家拆掉通风管道后，发现管道附近有个明显的裂缝，老鼠就是通过这个缝隙钻进来的，最后也是通过缝隙逃走的。为了防止老鼠再次进来，他们堵住了通风管道的缝隙，重新贴上了新的壁纸，一切恢复了正常。然而下面这个房子又出现了新问题，在海边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每天都会传来呲啦呲啦的声音，房子外面还有个神秘的图腾，看着非常诡异。有人说房子里住着海王，声音是他磨3叉戟时发出的。工作人员才不信，壮着胆子上前查看，发现大门竟然是开着的。不怕死的工作人员走了进去，里面一片漆黑，突然灯就亮了，映入眼帘的就是用胶带铺成的地板，用了2种颜色的胶带交叉覆盖，形成了特殊的花纹。抬头一看更夸张，房子的墙壁全部贴上了绿色胶带。不仅如此，卧室也完全用胶带覆盖。这时主人出现了，不是海王，而是一位老奶奶。奶奶说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自己喜欢这样的装修风格，足足用了4年才全部完成。那外面的图腾代表着什么？奶奶说图腾没什么特殊含义，是这个房子的装修图，自己就是按照图腾来装修房子的。但每隔一段时间，胶带就会失去光泽，奶奶就会重新贴一遍新胶带，不一会儿就用完了1卷胶带，还说1周就要用掉300卷。打开橱子，里面存放了大量胶带。她为什么会有这种迷惑行为？原来40年前她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以至于不能出门，为了锻炼身体，才决定用胶带装饰房子，顺便呢锻炼身体。没想到现在身体越来越健康，所以就坚持每天贴胶带了。但是要论迷惑行为，还得看下面这位大叔。这座公寓每到深夜就会叫，公寓的住户苦不堪言。有人说听起来像青蛙在叫，又像是什么东西在楼梯上跳。节目组循声来到一位住户家里，只见声音越来越大，打开灯后让人哭笑不得。原来是大叔磨牙的声音，磨的那叫一个响。
嘴角还不停抽搐，这简直就是用生命在磨牙。大叔说自己磨牙已经20年了，牙都磨掉了半颗，以至于现在都无法咀嚼食物，只能喝汤。妻子因为受不了，跟他离了婚。看着自己磨牙的录像，大叔表情凝重，说这是第一次看自己磨牙，没想到磨得那么深，磨得那么认真。朋友们也帮他解决过磨牙问题，等他磨牙的时候，脱掉袜子塞他嘴里，还会让他叼着一双筷子入睡，但都无济于事，反而磨牙越来越严重。去过很多医院，结果把同房间嗜睡症患者都整失眠了。大叔也觉得很不好意思，节目组再次带他来到大医院，医生说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磨牙患者，牙神经都快暴露出来了。随后检测他磨牙时的各项身体机能，医生发现在他睡觉时舌头滚动阻塞了呼吸道，所以他只能张嘴呼吸，这就是他磨牙的原因。对应的解决方案是做呼吸治疗。经过医生的努力，大叔终于改掉了磨牙的习惯。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你因为智齿疼得睡不着，来医院一看，这颗智齿竟然是横着长的，仅仅冒出了一点头，缝隙里一直残留小鳞石，导致发炎肿胀，拔牙难度非常大，直到切开牙龈才知道有多可怕。不过呢，不用担心，现在就给你拔掉。医生会在智齿周围不同部位打3次麻药，稍微呢会有一点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没有任何感觉了。接着呢，给周围消消毒，防止感染。等麻药起效后，医生根据智齿的生长角度，一刀就划开了牙龈，整个过程你不会感觉到痛。掀开牙龈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齿，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智齿大部分还镶嵌在牙槽骨中。为了更轻松地把智齿取出来，需要用钻头把智齿一分为2。虽然你感觉不到疼，但能听到电钻声，还能感受到电钻的震动，整个头都嗡嗡的。现在呢，利用杠杆原理把智齿撬断，你会听到嘎嘣一声，但是呢不必紧张，轻轻一挑就把牙冠取了出来。接着呢，再次利用杠杆原理，一点点往外撬。牙根埋伏的比较深，医生决定再次把牙根部分一分为2。现在呢就比较好弄了，轻轻一抠，牙根就取了下来。拔掉智齿留下的洞会被血液填满，半小时之内会形成血凝块，经过24小时，血凝块会变得坚固结实。所以呢，拔牙24小时内不要刷牙和漱口，否则有可能使血块脱落，导致干草症，那将痛不欲生。接着医生开始缝合伤口，就这样打个漂亮的结，剪掉多余线头就结束了战斗。有些情况呢不用缝合，需要咬住纱布来帮助止血，一般需要咬半小时左右。拔牙2小时后可以吃一些流质类的食物，不可以喝热水或者过硬的食物，避免剧烈运动，多休息。几天过后又是一条好汉。你因为牙疼的睡不着，来医院一看，蛀牙内部已经被掏空，看起来呢已经坏到了牙神经，直到钻开牙根管才知道有多可怕。首先麻药是少不了的，等麻药起效后，医生开始用钻头去除腐质。可以看到根管已经暴露，用工具轻轻一碰就打开了牙髓腔。不用想了，牙神经肯定已经坏死，这种情况呢只能做根管治疗，通俗点讲就是杀神经。这应该是牙齿问题中最可怕的一种治疗方式。不过呢，牙神经已经坏死的情况下，治疗过程是不会有痛感的，否则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痛。医生一般会注射局部麻药，所以呢不用太过担心。这种方式避免了拔牙，最大程度保留了你的天然牙齿。接着呢，医生测量根管的深度，根据测量的深度来选择长度合适的根管锉，来一点点刮出坏死的牙髓。牙髓处理干净后，医生装上小钻头，开始拓宽根管。依次把3个根管清理完毕后，还要使用消毒剂反复冲洗根管内部，防止后续再次发炎。接着呢，插入3根类似棉签的东西，对根管内部进行干燥处理，随后在根尖里涂上一层密封剂，接着使用牙胶来填充根管，这样呢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不会留下任何间隙。接着呢，使用加热工具熔断牙胶，依次对3个根管进行同样的操作。接下来用树脂继续填充根管顶部，通过光固化灯快速固化，这样呢根管部分就填充好了。接下来还要使用钻头继续打磨牙冠部分，方便接下来塑形。随后对于牙冠部分涂抹酸蚀剂，目的是为了清理杂质。等待片刻后，处理到酸蚀剂，开始填充复合树脂。树脂的填充要循序渐进，每填充一点就要确定固化后再继续填充。
就这样，医生用工具塑造出了一个人工牙冠，最后呢，再对人工牙冠进行打磨抛光，这样就完成了复杂的根管治疗。一般情况下，根管治疗后的牙齿寿命大约为11年。记得好好刷牙。你的2颗门牙中间发生了蛀牙，一张嘴就像卡在牙缝里的奥利给。医生看了一眼，二话没说，连麻药都没打，直接上钻头先把腐质去掉。医生换了一种工具，继续打磨边缘部分，以便树脂填充物能完美贴合牙齿。你比较幸运啊，蛀牙不是很深，没有伤到牙髓，所以呢修补起来也比较简单。接着涂抹酸蚀剂，经过酸蚀处理后，釉质表面在显微镜下呈蜂窝状，能增强与填充树脂的粘接强度。接着医生涂抹粘合剂，你可能会闻到类似强力胶的味道。接着医生使用光固化灯照射，让粘合剂快速固化。接下来在牙缝中放置一个薄膜隔开。现在呢开始填充树脂。树脂的填充要循序渐进，每填充一点就要先等固化后再继续填充，期间还要保持牙齿干燥，所以呢医生会对着牙齿一直吹气。你牙齿可能感觉有点冷，再忍忍马上就好了。填充完树脂后，接下来就要对表面进行打磨抛光，这时呢就要用到专用的条状砂纸，先用粗面研磨，随后移到光滑的一面再磨一次，另一颗牙齿也做同样的操作。这还没完，医生又换上了专用砂轮继续打磨。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完全看不出修补的痕迹，到这里蛀牙就修复好了，记得好好刷牙。你这颗牙已经烂透了，为了能啃骨头，你准备花2万块钱种一颗牙，整个种牙过程需要持续半年左右，但最后的成品惊艳了我。首先呢要把坏牙拔掉，牙齿比较松动，直接上钳子，很轻松就拔了下来。现在呢需要等待2到6个月，让牙槽骨恢复生长，填满空隙。6个月后开始进行种牙。第一步进行断层扫描分析，对口腔进行全面检查以及确定种植方案。接着呢进行麻醉和消毒，等麻药起效后，医生一刀就划开了牙龈，掀开牙龈，牙槽骨就露了出来。这些大大小小的钻头都是用来在牙槽骨上钻孔的。牙槽骨的表层骨质密集，比较硬，刚开始要选择8毫米的小钻头预开孔。现在呢要逐渐换成更粗的钻头，扩大孔洞。用粗钻头时转速一定要慢，否则呢会导致摩擦生热，烧毁骨细胞。过程中钻头还会一直喷出生理盐水，就是为了降温。现在呢使用螺丝纹钻头将孔的上端继续拓宽，就是为了让孔洞和种植体完美契合。孔打好后，医生取来像螺丝一样的种植体，开始种植的时候要尽量调低转速，慢慢推进去，才不会使接触面骨细胞损坏。接着呢还需要使用扭矩扳手将种植体拧到规定扭矩。现在要将愈合基台连接到种植体上，等缝合好牙龈，大概呢就是这个样子。这时牙槽骨中的种植体会和周围的骨细胞慢慢融合，这个过程呢叫做骨结合。现在只需要等待2到6个月，几个月后牙槽骨和种植体已经充分结合。现在要把临时愈合基台取下，安装永久愈合基台。现在需要安装人工牙冠，人工牙冠中间的洞是为了以后修理种植牙的时候方便拧开里面的螺丝，但现在呢要先用树脂填充，接着用光固化灯照射固化。到这里你的牙就种好了，看起来呢和真牙一模一样。现在就可以去啃骨头了，记得好好刷牙。你因为智齿疼得睡不着，来医院检查后才发现这颗智齿竟然是横着长的，并且完全埋在了牙龈里，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来，拔牙难度非常大。直到切开牙龈，我才知道这颗智齿有多可怕。不过不用担心，现在呢就给你拔掉，医生先给你蒙上，医用手术动筋，只露出嘴巴，这时你可能会有点紧张，不过呢这还不算什么，医生会在智齿周围不同部位打3次麻药，稍微呢会有一点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没有任何感觉了。接着呢给周围消消毒。根据智齿的生长角度切开牙龈，因为麻药的效果基本不会感到疼。如果这时你感觉到疼痛，那一定要举手示意，让医生给你加麻加辣。医生用镊子掀开牙龈，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齿，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因为是横着长的，智齿的大部分还镶嵌在牙槽骨中。为了更轻松的取出智齿，这时就要用球钻削一点牙槽骨，通俗点讲就是用电钻钻你的骨头。
这时的你感觉不到疼痛，但能听到电钻声，还能感受到电钻的震动，整个头都嗡嗡的。即使这样，也不能直接把智齿拔出来，医生还要切开牙冠和牙根，把智齿分为2部分，分别拔出，所以呢，又需要用到钻头。这时的你可能会分泌大量唾液，口水直流，现在就要先把口水抽走。牙冠深深地埋在牙槽骨中，无法直接取出，所以呢还要竖着再切一次。再次把口水吸干净后，就可以一块一块的把切好的牙冠部分取出。现在只剩下牙根了，由于埋得太深，还要再削一点牙槽骨。现在利用杠杆原理，一点点往外撬，很快牙根就被撬了出来。现在你的下巴可能很酸，再坚持一下，马上就要结束了。由于创口比较大，最后还需要给你缝合牙龈。就这样打个漂亮的结，剪掉多余的线头，就结束了战斗。为了让牙龈尽快愈合，你需要咬住一块纱布，保持2个小时，1周之后来拆线，期间不可以喝酒抽烟，避免激烈运动。好了，拔掉智齿，你有没有觉得轻松了很多？你知道牙套是怎么装上去的吗？这位小哥来矫正牙齿，因为他的牙齿非常拥挤，需要先拔掉3颗，拔牙后就可以获得足够的间隙，使牙齿能够很好的内收。接着呢，涂上酸死剂处理牙面。等待片刻后，再处理掉酸死剂，接着冲洗牙面。今天是个大工程，你这颗牙坏得非常严重，牙齿内部还不停地冒血，直到钻开牙根管，才发现情况远比想象的更严重。医生给你蒙上手术巾，开始了操作。按照惯例，麻药是少不了的。等麻药起效后，医生开始用钻头去除腐质。可以看到，这颗牙已经坏到了牙神经，还引发了炎症。医生刚把内部清理干净，血水就冒了出来。医生决定给你进行根管治疗，通俗点讲就是杀神经。这应该是牙齿问题中最可怕的一种治疗方式。听到这里，你已经紧张地握起了拳头。为了让你放松下来，首先呢就要重新打麻药。医生还特意把针头掰弯了，紧靠着牙齿来一针，内部的神经也要来一针。现在呢需要用钻头打开牙髓腔。吹干后可以看到根管已经完全暴露，接着医生测量根管的深度，根据测量的深度来选择长度合适的根管锉，来一点点刮除坏死的牙髓。依次把3个根管清理完毕后，还要使用消毒剂反复冲洗根管内部，防止后续再次发炎。牙髓处理干净后，医生装上小钻头，开始拓宽根管。经过几个不同钻头的轮番操作，可以看到根管和刚开始相比已经扩大了很多。接着呢，插入3根类似棉签的东西，对根管内部进行干燥处理。接着呢，要使用牙胶尖来填充根管，牙胶尖要先裹上一层密封剂，这样呢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不会留下任何间隙。接着使用加热工具熔断牙胶尖，依次对3个根管进行同样的操作。接下来还要使用融化的牙胶，继续填充根管顶部。这样下来呢，根管部分就完全填充好了。接着对牙冠部分填充树脂。最后安装上人工牙冠，这样呢就完成了复杂的根管治疗。这下你又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了。